提到新北市三芝区最著名的农产品就是茭白笋。其实过去这里也是北台湾的重要茶产区，但随着年轻人口外移，进口茶低价竞争，在1980年代产业逐渐没落。当地有位茶农苏一鸣，原本在科技创投业工作，2015年决定返乡种茶，采取天然野放方式，不施肥、不撒农药，让茶树维持原始样貌。让他做出来的茶屡屡在比赛中获奖，蜜香红茶甚至还外销日本，成为保养品公司的原料。他是如何从苦学制茶到复兴三芝茶？来看苏一鸣如何延续曾经扬名国际的三芝茶文化。穿过茂密的树林小径，走到尽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天然的野放茶园。这个都超过100年的茶区了。说它这种老茶区的话，它基本上都是不会去破坏它的环境。我们就是直接人工除草也不撒农药。地势陡峭的茶园，茶树依山势生长。苏一鸣采取不施肥、不撒农药、友善土地的野放方式种植，维持原始的样貌。先人他开垦的时候，他们就是直接扩一区直接把茶树种下去让它长出来而已。所以这个是最 pure 的、最纯净的茶园。他的家乡新北市三芝，早在日治时期就是北台湾重要的茶产区，茶叶还外销欧美、日本等地，产业兴盛一时。三芝茶以前不叫三芝茶，三芝以前的茶叶叫做护尾茶，就是淡水茶。我们这边三芝刚盛的时候，有6、7间的大型的茶厂，他们就做茶做好了，再交给外面，他们有的再拿去经济这样。但随着产业变化，年轻务农人口流失，辉煌的三芝茶叶已经走向夕阳。后来没落的原因是因为越南大陆那一块茶叶的大竞争嘛，那加上我们工业化以后，那个人口就是外流，三芝人口外流很快。那工厂到1980年代已经全部6家大茶厂全部都结束了，这个茶园已经没落30年。三芝茶风光不再，跟当地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苏一鸣也选择到外地发展，在对岸从事科技创投业。因为厌倦了商场上尔虞我诈的生活，他毅然决然离职。那时候也45、6岁了嘛，你毕竟呢，他新一代的年轻人出来很快，你也没办法每天就是这种交际应酬可能跟大陆的官方或商界每天都在讲那一种，其实我觉得是蛮虚华的工作啦。到一个年纪以后，你就找回我真正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在外漂泊10多年，对故乡土地始终有着感情上的深深羁绊。他思考着自己还能为三芝做些什么，最后决定要返乡种茶。我们主要的茶季，我们都是以夏茶为主。夏茶的就是做红茶、东方棉。因为这种野放茶园，它最好的状况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小绿叶蝉。那原始天然小叶蝉会来咬茶叶，茶叶咬过以后，它在树上已经发酵过一次。那你采下来再做第2次发酵，乌龙茶方法做的，那叫做东方棉。你用红茶的方法做，就叫蜜香红茶。中年返乡种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家族中从事制茶，曾经接触茶产业的妈妈，就成了苏一鸣的得力帮手。每到产季，都会来帮忙采茶。他已经长大，他有自己的想法，父母只有从后面帮他一下这样子。他很努力啦，无熬，不过足认真啦。那时老人就很安慰啦。秉持初心，尽可能保有茶园最天然的原始生态。苏一鸣的蜜香红茶也被日本保养品公司相中，通过严格的检验，成为重要的生产原料。因为我很相信自己因为你每天自己摸在这块土地上，踏着土地走过的路，手摸的茶叶，自己采的，我们把台湾大家茶饮用这块茶叶，我把它推到另外一个市场，就是比较高阶，就是药妆等级的市场。那这个对台湾
的茶叶会很有机会。茶叶外销日本重新打响3支茶名号，有了稳定的销售管道，苏一鸣也不忘回馈故乡，提供当地新住民妇女采茶的工作机会。平常这种工作很难啊，我们老板有这种份工作给我们做是很好，很感谢他了。我们来这里采茶也是很开心啊，不认识的人大家都认识，也赚到钱，是很高兴的一件事。他们的学历、经历在台湾可能也不好用，所以他一样是做打工的工作。那我需要人手，当然说有人来帮忙最好了。其实我们是比较感激他们，没有他们，我们什么茶都不能做。即使产业没落了，当地老农仍保留茶树，摘取茶籽。看到苏一鸣做出一番成绩，他们也从原本的不看好转而支持，甚至无偿提供茶园，让他采收茶叶。现在栽种面积达到12甲。现在是他们很帮忙啊，就像我们采到哪里啊，做到哪里，哪边草比较长啊，他就会主动去帮我们除草。刚采收下来的茶叶得先进行日光微雕，破坏茶叶表面的保护层，借由氧化作用的化学变化产生香气。晒茶这一段，其实你要问说晒多久，其实很难判断，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陪它晒。你人受不了的时候，茶叶也会受不了，这是真的。做茶、制茶这一块，农业这一块，其实就是务实一点啊。务实一点就是，你就陪他感同身受。关于制茶，苏一鸣有一套自己的哲学。年过40才转行务农，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为了要学会做茶，他花了不少心力和时间。头尾花了大概3年时间吧。一开始就是自己觉得有把3支的茶叶做成红茶，做成包种茶、乌龙茶这些。给迪化商圈的100年老店的那种老茶行，给他们试喝看看。那后来就是被他们笑说你根本就不会做茶。自己摸索尝试做出来的茶，味道总是不对。于是透过老茶行介绍，苏一鸣跑遍坪林、北埔、峨眉、南庄、头份等重要的茶产区，跟着老师傅学做茶。用包种茶的基础来做。因为我们是平地茶嘛，所以就用包种茶的技术制茶方式来把它再变化而已。前3年啊，几乎每天都在采茶，每天都在做实验。你一直在练个3年，有一天你就会融会贯通嘛。有理工科背景，他把讲求归纳分析、实物验证的精神也融入做茶中，发展出独特的制茶哲学。其实炒青最重要的是闻它的香气跟触感。你摸了茶叶它的湿度，到底还剩多少水分？你太干一揉就碎了。如果太湿的话，表示说你炒青没有成功，它还是会有青味。其实它每一个步骤都是在弥补上一段你觉得不好的地方。所以制茶很有哲学。苦学3年，他发现3支的茶叶最适合做成东方美人茶和蜜香红茶。东方美人有个特殊制成，叫做包布回润。因为这个虫咬过的茶叶它会比较干，我们炒过以后，你要用干净的布把干净的水把茶叶放在这个湿布上面，我们再把它回润，用茶叶本身的温度跟布上面的水汽，让茶叶再变软。变软以后，就是以便后续的揉捻这一块，不然一揉就全部碎光光。因为不喜欢塑胶袋的味道，而改用不锈钢冰桶浸制，是苏一鸣对细节的要求。回润变软的茶叶，还要用手工揉捻。用机器揉平均度可能比较不够。因为包在里面你用手揉的话，你可以随时调整啊。那接下来的步骤叫结块，让茶叶的那种热气让它散热，让粘在一起的茶叶把它分解开来。它茶叶红叶跟白毫，这个就是东方美人的特色。
桃越白越长越漂亮，那叶子越红，这种比喻就是唇红齿白，所以它是美的。返乡打拼多年，现在苏一鸣对如何做出好茶已经很有心得。回想当初刚学做茶，辛苦做出来的茶根本卖不出去，报废了不少。我都不知道卖给谁，因为那时候做的品质自己也不是觉得很满意嘛，才会去跟老茶行问说要怎么做茶叶才会好喝。其实我们都要很感激这些前人付出的经验值，传承给我们才能越做越好。历经失败，下苦功，跟着老师傅学，用心制作的东方美人茶，让苏一鸣屡屡在比赛中获奖，实力受到肯定。赛事后段，渐渐的自己也觉得自己实力可以参加比赛，测试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多远。获奖不断的东方美人茶，茶汤呈现漂亮的琥珀色，经过小绿叶蝉叮扰，喝来带有独特的花果木香，让三支茶重新被看见。中年返乡转行种茶，苏一鸣把科技人的思维运用在传统的茶产业上，他让家乡的茶成功打进日本市场，也让没落的三支茶产业展现全新的风貌。都看到这里了，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大家好，我是凯纯，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喽。